这是唯一一部没有被资本腐蚀的国产动画电影，虽然豆瓣评分少得可怜，但它的精彩程度却丝毫不输好莱坞大片。茶宠，顾名思义就是喝茶人养的宠物，有的茶宠能变色，有的茶宠能蓄水。当茶水浇到它们身上，它们的颜色会一直变深，浇的时间久了，茶的精气神会进到它们的身体里，它们会变得更加温润漂亮。以后就算不浇了，它们还是茶香四溢。哎，老板，这只茶宠您怎么不浇它呀？哎呀，这只茶宠怎么浇都不变颜色了，没用。这只最不受欢迎的茶宠叫阿唐，唐伯虎的唐，出自茶宠大师之手。然而这天老伴突发恶疾，大师伤心欲绝，自此之后风炉隐退，阿唐也辗转来到了这家茶叶店。这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茶宠，他们都以被浇茶变色为荣，而阿唐却是个例外，因为他不论被怎么浇都不会变色。久而久之，就没有人再愿意给他浇水。夜里账房先生开始统计浇茶次数，梅花鹿3遍，大象2遍，貔貅4遍，弥勒佛6遍，而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金珠竟然足足被浇了9遍。然而这还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还是三足金蝉，11遍呀！又一次突破了每天被刷水次数的记录。三足金蝉很快便沉浸在掌声和喝彩声中，他忍不住分享自己的成功秘诀。快，我的秘诀，就是我的天赋实在太高。说了等于没说，这令阿唐感到十分失望。他转身离开，却被账房先生叫住。你今天被刷了几次茶水啊？一天被刷几次茶水，这重要吗？我们不要以现在被刷了几次茶水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不要这么庸俗，这么浅薄。我们要有理想，要看未来。孟子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可其皮肤。”作为茶叶店最大的失败者，阿唐的话并不足以让人信服。朽木不可雕，废物不可教。似乎是看出了阿唐的失落，作为好朋友的金珠前来安慰。阿唐，有颜色没得啥子了不起，你看我的颜色很深，还不是一样的生活。金珠的话并没有改变阿唐的想法，他立志要搞一个很深很漂亮的颜色。夜里他做了一个很美的梦，梦到自己颜色变得很深，数不尽的茶水全部浇到了他身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颗白蛋从天而降，惊醒了睡梦中的阿唐。众人纷纷好奇地围了上来，就在准备一探究竟的时候，白蛋竟然自己动了起来。茶宠们害怕极了，立刻恢复了原状。账房先生故意戳了阿唐一下，阿唐就这样暴露在白蛋面前。他壮着胆子上前，这才发现白蛋是个机器人。他自称来自未来，并表示能预测未来。茶宠们显然不太相信，于是他便预测几秒后会有飞机经过。话音刚落，巨大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。可阿唐怀疑这只是个巧合，机器人为了证明自己，又预测接下来店里会进来个人，一个穿红衣服、黄头发的年轻人，并且还会带来一个惊喜。果然没多久，店里就来了个年轻人，而那个惊喜却来得有点突然。哎呦呵，够劲儿，够苦。行，我还有别的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慢走慢走，来，我送你出去。我被浇茶了，我被浇茶了。阿唐，已经好久没有被浇茶了。这下众人纷纷相信了白蛋的话。白蛋说自己没有名字，于是阿唐便为他取名小来。他把小来拉到一边，偷偷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：怎样才能让自己的颜色变深？可小来扫描之后发现自己的知识库并不完整，阿唐的问题他无法回答，而小来也有自己的困惑。他是谁，来自哪里？一番思索后，小来决定回到未来，弄清楚自己的身世，而阿唐也打算跟他一起回去，寻找让自己颜色变深的方法。找不着，我就不回来了。